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rian 爱台湾，我是 Brian。最近我都在分享我在台湾的一些经验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做过最难的一件事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拿到我台湾的永久居留证的故事。那永久居留证是什么呢？其实很多台湾人常常会问我，你在台湾这么久，那是不是又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和护照？其实没有哦，因为如果我要拿到台湾的身份证，其实我要放弃我美国的国籍。那因为我妈妈年纪比较大，如果我要放弃这个国籍的话，然后她临时又发生什么状况，我要赶快回去，那会比较难，所以我是没有选择放弃美国的国籍。但是还是有另外一个办法是很像台湾的身份证，就是永久居留证。要怎么申请永久居留证呢？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可以走，但是我走的路线是要连续5年没有断的在台湾工作，有一个一般的居留证跟工作证。拿到永久居留证之后，你可以带他去劳工部那边申请一个开放式的工作证。基本上这个条件听起来没有到非常的难啊，就是要工作5年就可以拿到。但是非常重点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都没有断，这5年不能漏1天。你漏1天没有工作证跟居留证的话，你就是要从零开始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拿到我的永久居留证是我做过最难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就开始讲这个故事咯。我台大毕业之后，我又回去美国几个月工作一下，然后就是准备那边的东西，所以我可以搬回来台湾。那我搬回来了之后，我找了一阵子，找到一份教英文的工作，因为我自己是学语言学，然后另外也是有教英文的证照。所以我就觉得，还蛮适合的，而且在台湾教英文的工作那么多，所以应该最好找。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个连锁的补习班工作，然后在那边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说他们常常会跟我说，他们以后会开更多的课给我，但是我在那边一阵子都没有开什么新的课。所以我的薪水还蛮低的，就可能1个月只有13000块这样子。那再加上我要交我的租金8000块，我每个月只剩下5000块可以花。所以我在那边一阵子之后，我就决定，好像这一个不够稳定，所以我就开始做别的工作。我开始做那一些工作的时候，是拿到另外一个工作证，是一个专业演员的工作证。但是这个有一个小问题，就是他没办法也申请一个居留证，所以因为我用那个工作证，我的那个天数就是5年的天数就由从零开始了。我在用演员的工作证的时候，我有上一些综艺节目啊，然后拍一些广告什么的，但是我一直在担心，如果这个工作证是没有办法申请一个居留证的话，那我就是没办法以后申请永久居留证，因为都不会累积那个5年的时间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好，虽然我很喜欢做这一方面的工作，但是我一定要就是以后可以有机会拿到一个永久居留证，所以我应该要转回去再教英文了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另外一间补习班工作，然后那边其实还不错，只是我做了一阵子之后，觉得有一点无奈，感觉真的是不是非常适合我的工作，然后那个时候有一点想放弃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搬回去美国几个月，那离开台湾了，我那个天数又到0了。在美国几个月后，我就搬回来台湾，然后决定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住在台湾，我还是要在台湾工作，所以我就再找一次教英文的工作。那个时候还蛮幸运的，又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补习班。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大部分是教成人，然后另外也是又跟一个学校合作，所以我也有在一个私立中学教英文，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。然后那个时候薪水也还不错，所以我就做了1年多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累积1年多的那个天数的时间，越来越接近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证的时间了，好开心。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有一个朋友介绍另外一间补习班，而且那个补习班好像听起来非常的适合我，
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那一个补习班的老师都是外国人，但是都是会讲中文的外国人。什么？上课的时候可以讲中文吗？哇！我去过其他的补习班，大部分都是闲职。虽然我会讲中文，但是上课的时候是完全不能讲中文。甚至我在那个中学的时候，最一开始是不要让学生知道我听得懂中文。哈哈，虽然我要换工作，但是我的居留证中间都没有断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那个时间就是继续累积下来，太好了。所以我就在那个补习班做了大概4年多了，我终于就可以申请我的永久居留证。那申请永久居留证其实还蛮简单的就要写一些资料，然后付一个费用，差不多就可以了，就过几个礼拜你可以去拿了。所以累积那个时间之后，我就去申请了，然后拿到了。我拿到的时候是2018年的2月，然后我拿到的时候真的超开心，因为算是我已经快9年在台湾，那工作的部分我在台湾8年，所以我可能比大部分的外国人申请的来慢，就是说我一般来说应该可以在5年就拿到，但是因为中间又短那么多次，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么快拿到。拿到了之后，我就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虽然我很爱教英文，但是我从那个时候当演员就非常希望我可以有机会走这一个路线，但是因为工作证方面的问题，那个时候就是没办法，所以我拿到永久居留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更认真的经营我演艺圈那方面的工作，就是拍广告啊、上综艺节目啊之类的。So， 现在2年后，我觉得拿到永久居留证真的是很开心，因为我现在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要接什么样的案子，我都可以，所以就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差不多是我拿到永久居留证的故事，其实里面也很多不同的细节，但是我可能又漏掉了。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也要记得我按照的那一个方向，其实是只是其中一个路线而已，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去申请永久居留证。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咯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你开启小铃铛之后，不要忘记要看你的通知有没有开哦。最后也记得追踪我的 IG Brian 去台湾。好，谢谢来到 Brian 爱台湾，我们下次见哦。拜拜。